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to stay. 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一起来到2026年哦，1月7号。好，那我们今天讲师智博团长已经来到线上，我们邀请智博团长来为大家开讲。好，智博团长请。各位伙伴们，大家晚上好！2026年新年快乐哦！因为刚好新年的第一次首播，那感谢各位都可以上视频来大家一起来分享丛林奇谈的这个精湛的文学奇谈哦。首先呢我们已经讲到了讲到现在是第5篇了就是红花的威力。那红花的威力大家应该也都晓得红花是什么但是容我们后面再叙说。那现在首要的呢是看着开头篇狼少年毛克利那他首先一讲的时候是已经过了11年了从毛克利小的时候。然后呢，从他开始会爬行到狼洞，然后到现在已经过往已经11年了11年了。那换句话说在我们童军的阶段里面，前面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志龄童军在稍早之前的是志龄童军的这个部分那就是幼稚园中班到国小2年级这个阶段就是志龄童军就是狼宝宝。那再来3年级到6年级这个阶段，我们就是幼童军的阶段那他是讲说，他现在已经过了11年了，换句话说，应该他的年龄应该是介于在11至12岁左右了那就是差不多是我们幼童军的这个阶段已经快要结束了，那要晋级为童军的这个部分。那所以说，在童军的时候，这个阶段呢，我相信说是在可以参与的活动，或者是在于他本身上可以去有能力去所及的几乎都会显现在现在这一篇红花的威力这一篇里面来叙说。那也可以从这边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幼童军的进程里面等等的一些技能也好，或者是训练也好，或者是技能也好，这一些也都会在这里面大概再重新的再去做一个回顾那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面来挖出一些宝藏那在于我们团旗会幼童军团旗会的时候，可以加以利用运用那也可以当做是一个依据然后来做然后我们只要有心，然后去编排它那相信说在这里面对服务员或者是对我们的幼童军孩子们，事实上帮助都是颇大的好，那这个阶段呢，事实上有人可能都还会再界定在于一个年龄那事实上我们孩子们因为我们台湾跟其他某一些其他的国家也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的都是半年1学年制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已经跨年了像现在是115的1月7号，但是我们还是在114学年度的下学期。那所以说，真的可能这一点都比较跟其他国家不一样你像我们马来西亚那边的伙伴，他们跟我们真的刚好也都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学年制还是以西元的年头为主所以说可能人家他们现在就是在放假的时间但是我们都还没有好，这是稍微讲一下这些题外话。然后呢，毛克利呢这是狼所抚养长大的孩子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以来已经长大了成为一个
少年了哦。那少年呢，事实上就可以想象得到哦，他大概于我们5、6年级的这个样子的一个年纪了吧哦，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年龄哦，大概是4、5、6年级左右了。因为有人是7岁入学的，有人8岁入学的哦，不一样哦。我们台湾又说什么9月头9月8月底哦，9月头8月底哦，那就都会不一样哦。因为如果你是8月31号生的人哦，他可能就是8岁入学。那如果是9月1号的，那他就是7岁就可以入学了哦。我们台湾是这样分的哦。好，那这10几年来呢，发生在毛克利身上的所有的故事呢，事实上，如果真的要好好的去细讲它哦，然后去探讨它，事实上哦，连1个多月的时间都不够哦，都不够的哦。然后呢，他从刚开始呢会走路，那逐渐的呢长大哦，那四肢健全了哦，这样子的少年呢就跟我们希望我们岳红军去阅读的读者呢，年纪是差不多的哦，大概就是界定于4、5、6年级左右哦。当然如果可以更早的话，3年级他也肯来阅读丛林奇谭也非常不错哦，只是怕他对于这一些文字上、词句上或者是生字上真的都不是很了解哦。但是如果可以提早来阅读，反而也是更好的哦。也希望爸爸妈妈都可以陪伴哦，一起来看这个丛林奇谭这2本上下册。好，那他身体呢，大小呢，事实上跟小狼们呢是有所差异的哦，是有所差异的。你给他想11岁大的孩子，然后跟那一些狼在一起成长，那大小有可能会一样吗？哦，应该是有所差别的哦。那如果按照我们人的年龄跟犬的年龄来换算的话，真的差异又更大哦。人的1岁大概就是犬的12岁左右哦。那所以说，犬哦，它的成熟期哦，从它的生理变化的话来讲的话，大概是狗的话大概就是8个月哦，就是狼8个月，8至10个月左右都会落红，就是来它人生第一次的落红哦。如果是母犬的话，我现在是在讲母犬的话，所以说可以这样来判断，人的1岁大概就是犬的12岁左右，12至15岁左右。所以说差距还是有的哦，而且在年龄上的话来讲的话更是相差更大哦。那你可以想，毛克利已经11岁了，那如果换算狗龄的话，犬龄的话，狗应该就会几岁了哦。所以说，书跟事实上的年龄的话来讲的话，真的是差异很多的。一只犬大概平均的寿命在25年左右了哦。那我们人的话来讲，都不止吧哦。那所以说这个年龄哦，真的是差异很大的哦，更何况是体型。好，那在这毛克利呢，在狼群里面生活着哦，一切的习惯呢都跟人类呢完全不一样哦，更不用说呢人类的语言，毛克利也都不懂，他只能呢跟狼群一样讲狼语哦。那所以说呢，他呢的这一些智商或者是常识等等都不都都都跟我们现在在读书的孩子事实上是差异很大的哦，可以讲说真的是天壤之别。好，那所以说呢，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是人的孩子哦，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都认为他是狼所生的哦，狼所生的。那所以说呢，在狼群里面呢，他也是自由自在的，他不会认为他跟
其他的狼呢有所差异。那但是呢，毛克利呢，事实上他是人嘛，所以说他自己心里也都会去想着为什么呢？他自己的身体呢跟其他的伙伴们就是跟其他的狼呢，怎么都不一样然后呢，他他既然不像狼，那也不像蛙那蛙的话，在他们狼的语言里面称为叫做毛克利称为叫做毛克利，毛克利就是蛙就是蛙那结果呢，他有时候真的是想之又想他都会认为说，会不会我是青蛙的变异那还是狼的变种他都会这样想既然我也不像蛙，那也不像狼，那我是谁？好，在这一段里面的话，我们应该如果我们有在团集会的时候跟孩子们讲到这一段，我们就可以来玩以上我提供的这2个游戏我觉得也不错玩猜猜我是谁摸真相，猜猜我是谁？我只要这样讲一个题目的话，我相信说在座的各位团长们应该大概都知道怎么玩那摸真相，事实上你把毛克利就是我们在团集会的话找一个，然后让他当毛克利，然后呢把他眼睛蒙住，然后呢我们找几位伙伴，然后出来让他真的摸这几位伙伴，然后猜他是谁猜他是谁那猜的越准的答案越真的那他就是获胜的那我们可以每一个小队都派一个伙伴出来我们就派几位伙伴出来然后说实在先让他们看过然后把眼睛摸起来然后让他们去摸摸看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玩好，那这个毛克利呢，有时候他都是用他自己的狼语就狼的语言呢在胡猜的因为呢他不懂得人的语言嘛那所以说呢常常呢想着想着就会自言自语自言自语，我相信很多孩子也都会这样子有时候在想一些东西的时候都会跟自己对话或者呢头脑里面就会出现一个恶魔跟一个天使在对话这种情形的话我在学校里面我真的我有看过这样的孩子因为他就是在两边琢磨的那甚至也有一些卡通也有像有这样的一种画面在做这一种的形容。好，那狼父狼母呢对4只小狼呢和毛克利呢都是一视同仁的而且呢时常呢告诫他们谆谆教诲他们呢在丛林里面的生活必须严谨的注意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呢有哪些事情？当草丛里发生沙沙沙的声音的时候，就得要小心恐怕呢会出现我们的仇敌从那里跳出来，有可能因为我们在毛克利进入狼洞的那一段然后我们就有说那个老虎在草丛，在这个浓密高的这个草丛里面，草就会它在行动的时候在匍匐前进的时候，说实在那个芦草那些长的草就会左右晃动，然后发出声音所以说呢，跳出来是什么样的动物也很难说也可能是老虎、狮子等等的比他们更凶恶的大野兽，那也不一定然后呢，再来就是天气很暖和的夜晚，如果微风不吹，然后又突然发现树梢上会摇动那你得要留神，那恐怕呢有怨恨我们的大鸟从头顶上怎样扑下来。那这种情况的话，我认为如果大家有看过老鹰抓狐狸的影片动物星球频道里面就有，老鹰甚至也会抓山羊不只会抓老鼠、兔子而已，
事实上比它更大的大型的动物，有可能这些所谓的大老鹰哦，这些秃鹫也好哦，这些大型一点的哦，这些游隼也好真的都很厉害哦，都非常厉害哦。那都会来捕猎它们，因为它就把它抓起来到高空之后，把它丢下来，就是让它粉身碎骨的掉到地上然后呢，所以说他狼父狼母呢一直提醒着他们这些孩子们一定要严谨注意，不然呢，真的都会危害到自己的生命哦。好，那对丛林里面的任何声音呢，就请他们都不要忽略。那不管是猫头鹰的叫声也好，蝙蝠在树洞里面掏东西的声音也好或者是水里面的鱼跳上岸的声音或者是各种野兽的叫声和咆哮声，都有特殊的意义其实我们也要告诉幼童军，我们的技能章里面的话有口技技能章，对吧？要学5种还10种动物的叫声甚至我们就会让孩子们提早的去了解每种动物的声音它的叫声或者是它的吼声像狗怎么叫，猫怎么叫，可能小朋友们小时候爸爸妈妈因为时常看到这些动物，然后就会学这些声音给孩子们听，所以说让小孩子们他们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了解到这种动物的叫声。但是其他的呢其他的呢，你就说像我们是乡下长大，我们以前我们的童年里面一定有牛，一定有猪，一定有鸡鸭，对不对？但是孩子们现在几乎绝大部分的孩子几乎都没听过你要说牛怎么叫，他真的是真的不懂，也真的没听过那所以说，在讲到这一篇的时候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了我们真的也可以让孩子们来试玩的声音辨位或者是所谓的动物的叫声那甚至呢还有我们所谓的听声音辨物或者是在到童军到童军的阶段，还有所谓的金氏记录这一些因为这一些呢，事实上都是感官或者是听力的这个训练游戏，那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越早让孩子们去做明了是最好的也是我们身为童军基本的一个技能好，那毛克利呢和狼兄弟们呢对父母亲呢狼父狼母呢的教训呢真的都会很听话的牢牢记住在心里面那经过了这么多年来毛克利呢已成为少年的时候，5只狼呢都已经长大，这个是文字在这边叙述的时候是跟这个是一个形容了他们真的是5只5只，包含毛克利才5只所以说我们幼童军团应该是4个小队还是5个小队？那事实上在这边呢大概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因为这个都是依据嘛这个都是依据从棕黑灰蓝然后还有呢那所以说我们都很自视但是在总会的这个小队幼童军小队对射的话来讲话，真的就有很多了非常非常的多有机会的话，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事实上，我们的小队那正常的编制应该是多少人一团应该是要有多少队那这是这一里大概就可以作为一个依据了参考的依据了好，长大之后的毛克利呢，还是一样跟博鲁学习丛林的规律那
毛克利总喜欢偷跑翘课嘛，哦，都是趁着伯鲁在打盹的时候然后呢，他看老师不在意的时候就会赶快怎样偷溜偷溜。好，那下课之后的毛克利呢，总是单独行动总是都喜欢单独行动，所以说以前那种坏习惯到现在还是没有改正虽然已经这么大了。好，然后呢，他就会去怎样晒晒太阳睡睡午觉进行享受的大自然里的乐趣大自然的里面的乐趣到底有多少存在了多少的一些危险那毛克利我感觉如果照现在这样来讲的话，他就是不计教训容易一而再的犯错因为说实在那时候遇到那个猴子那个班大洛对吧也是偷溜出去的时候好，那他呢都会玩到黄昏天快暗的时候才会回到狼洞他的生活呢依我书中里面看文里面看，事实上他是非常慵懒的非常的自由，而且非常的自在真的很令人羡慕他就说我们文里面是这样写的困了就睡睡醒了就四处摘水果吃吃饱了又睡那所过的生活呢，跟其他狼伙伴们呢完全都一样那是代表这群狼呢真的是超级好命超级好命。那依照我所知道的，动物不是在猎捕的的途中不然就是在群聚里面做生存的基本法则我在讲应该大家都听得到因为犬猫的话一年我们人类的一年大概就是会发情2次那发情呢这样子的情况呢，在狼群里面可能就是会轮流的每一只的母狼母的狼那就会轮流，那里面的话就会有什么会是我们在说的狼群的首领叫做谁叫做叫做阿 K 拉对吧？那只有阿 K 拉他才有所谓的支配权那其他的年轻的这些只能在狼王他不注意的时候做这些事情好，这个不是书本，但是在我们的基本的知识里面如果可以告诉孩子也 OK 啦如果你不懂，那你就可以按照我们书本里面的文呢来跟孩子们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就行那如果你本身有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说实在你也要好好的传达你这样的一个知识给他们尤其所谓的性知识尤其是因为是在这样的一个巧合里面那我们可以去带入也可以从动物它们本身的生理情形然后来转介，然后讲这样子的给他们听都希望他们将来孩子们都可以当狼王都可以当阿 K 拉对吧？我们要鼓励他们成为领袖，因为领袖他才会有所谓的支配权也有所谓的生存权，有后代的权利这个在我们动物里面应该都是这样存在的啦。那跟我们人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好，那在泥巴里面打滚然后搞得全身呢都是泥巴的时候，就会跳进池塘里面呢去洗涤去洗干净。那老实讲狗跟猫我有说过它们事实上是很忌水的，是很害怕碰到水的那如果是野生动物的话，那可能又是另外
一说啦，但是原则上他们应该也是怕水的，但是他们会有这样的动作哦，他们会有这样的动作，事实上不外乎两种，第一种不管是哪一些野生动物，他们如果喜欢去泡泥潭哦，去滚泥巴，事实上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动作就是除掉他们身上的寄生虫哦，然后再来就是因为那个季节蚊虫很多，他们也会去打上泥巴来防护自己。所以说，动物它们自己本身就有它自己的生存法则，或者是它保护它自己的方式哦。但是呢，在文里面的话，都是写的非常的写意哦。那我们就是可以看，然后孩子们因为他们也不是很懂，那我们都可以从中带入哦。然后在烈日的当空里面呢，哎，有没有树荫的草原上哦，又没有树荫的草原上，他们可以跑的哦，大家可以跑得满身大汗。那热到非常难熬的时候，哦，都快中暑了，他们就会奋勇的跳进去湖沼里面去游泳。好，那狼会不会游泳？狗会不会游泳？然后猫会不会游泳？应该也都会啦，应该也都会，但是没有真的很必要的话，我相信他们都不会哦。除了就是有训练过了，你像猎狐犬呢，黄金猎犬，讲到黄金猎犬，大家都知道，事实上它就是专门在湖里面游泳，然后去抓那一些过境的那一些野鸭，迁徙的野鸭，因为猎人打到之后如果万一掉到湖里的时候，他可以进去里面游泳，然后说再去把那个猎物叼回来哦。黄金猎犬也是，拉布拉多事实上也是哦。那这些都是因为经过有所训练的，当然还有其他的犬类也都 OK 啦，像米格鲁那一些也都是猎犬哦。好，那到湖里面去游泳哦。那游泳的话，最著名的游泳方式，像我们小孩子也时常有人在学的，叫做狗爬式哦，狗爬式。事实上狗爬式这是最基本的滑法哦。那所以说小朋友的话，有一些游泳知识不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教他这样滑哦，因为这样也很好教等到他真的习惯水性了，我们再来教他其他应该更方便哦。好，那等到呢他的暑气全消哦，意态阑珊的时候呢，他们才会呢爬回到地面上哦。那棕熊伯鲁呢告诉他，蜜蜂跟核桃跟瘦肉的营养价值相同哦。这里面有讲到哦，为什么会讲到蜜蜂跟核桃，然后跟瘦肉野兽的肉任何野兽的肉的营养价值相同哦。这是伯鲁说的，伯鲁告诉毛克利说的。那如果呢，你玩的有点累，然后想吃一些甜的东西，你就可以呢到树上呢去摘蜂蜜吃哦。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熊是采蜜的高手哦，熊真的是采蜜的高手。那熊呢，它也很能爬树哦，它也很能爬树。那所以说，它去找到蜂蜜呢，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这个是伯鲁告诉毛克利的，我就存在了很大的怀疑哦。毛克利没有毛他去捅蜜蜂窝不会被蛰吗？对吧？所以说他这样告诉毛克利，毛克利真的他会想去吃蜂蜜吗？他有办法吗？哦，然后我也会跟孩子们讲这样的一段笑话哦。我是说，我们有看那个卡通那一个卡通就是森林王子的那个卡通哦，它里面有叙述哦，它里面也有叙述。那熊当然是不怕蜜蜂，因为毛厚嘛，皮厚毛多嘛哦，那根本就不怕蜜蜂叮咬对吧？好。所以说呢，全部所有的兽类里面呢，野兽里面呢，除了猴子以外，巴西拉的爬树技能呢，算是最高强的哦。如果大家有看过星球频道动物星球频道应该就知道 Discovery
它里面的话来讲的话，真的豹在爬树真的很有本领，而且他们都会将猎物呢就藏在那个树干上哦，然后慢慢去吃哦，因为地上的抢食者、猎食者大多于会在树上的所以说有一些比较就是比较有本领的这一些猛兽呢，都会把食物呢藏在树梢树上去藏起来。好，可以讲说，因为巴西拉曾经在小时候被捕到马戏团里面去做训练过，所以说呢，巴西拉呢比一般的豹呢更有这样的一个本领所以说呢，它都可以到树干伸出去的这个枝条呢的最末端去躺在那边休息那真的我都想说，真的也是不得了真的很厉害好，那毛克利呢一开始接受训练的时候呢，接受巴西拉训练的时候，不晓得从树上掉下来多少次真的没有摔死，太可惜了。我在猜真的，如果是真的到很高的树上就掉下来，那还得了？一般的犬猫，因为结构上不一样，而且它们的脚蹼都有缓冲力因为它们脚蹼是肉做的它们到地面上的时候，事实上它们的那种弹性是非常好。有人说猫从9楼掉下去不会死从我们人类的大楼里面9楼跳下去到地上是不会死的，也有可能，真的也有可能那所以说，毛克利他是人那他可以这样掉下去做训练，我真的是很难想象如果巴西拉他知道说，他应该不能带他到太高的地方去做练习，那我想说那应该还好啦。那如果超过1、2楼的高，就是大树，然后从这样的一个高度掉下来，毛克利还得了还得了好，那每次摔下来的时候呢，巴西拉都会在旁边大笑笑他呢，真的，不是真的很好那所以说呢，都会让毛克利呢觉得非常的囧，它里面这个囧呢，就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应该要怎样讲？就是不知所措了不知所措也不是不好意思了，很囧很尴尬的意思了好，那经过呢再接再厉的训练终于练得跟猴子一样的矫捷这样的矫捷因为毛克利本来说实在，猴子就跟我灵长类就跟我们人差不多嘛那所以说呢，从树干这次树干跳过去另外一棵树的树干都不是问题就变成很厉害，比豹还厉害了豹子能爬树，但是它比较没有办法像猴子一样去穿越嘛但是说实在，我感觉这样的形容就已经不像是狼了就有点像泰山了泰山大家都知道泰山王子哟那一个那个是黑猩猩养大的那当然说实在，那种本领呢，拿的我们森林里面的蔓藤那到处的去这样子荡翻越，那个是轻而易举。但是毛克利他是狼养大的所以说他也有跟猴子这样的本领，我认为也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好，那所以说呢，毛克利经过名师的教导之后又变成了就变成了比黑豹巴西加更厉害，所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好，那所以说巴西拉呢看到高徒呢如此的努力跟进步呢，十分的得意非常非常的满意。毛克利对此项的技能呢学得非常非常好。好，那从小呢好玩好闹好胜的毛克利呢，长大以后呢，真的就成了一个顽皮的少年
那每天从早上到晚上呢，跟小狼们啊，在丛林里面呢，啊，去做岩石啊、草原上的蹦蹦跳跳啊，不是玩耍呢，就是在打猎的途中。哎，真的就讲到重点了哦，在森林里面的法则就是食物为天，跟我们人一样啊，民以食为天啊哦，一定都要在打猎的路上嘛，我们要工作，我们要赚钱。那当然狼也不例外啊，哦，就一定要会去打猎哦，不然的话，说实在，有了这一餐，下一餐不晓得在哪里，那就真的头很大了哦。好，他也参加了每一个月的团集会哦，狼族的团集会哦，我们的团集会呢是这样来的，狼呢，他们本身习性上就已经是一个群聚的一个动物群了哦。那当然，他们也有他们自己所谓的阶级之分哦。所以说，这个集会是必须的哦。像我们以前老一辈的人，我们都喜欢去庙口集会哦啊，而且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庙口的播音站都会广播哦，哄嗓哦，请谁请谁，然后到庙前来哦集会哦，然后看嘛哦，那时候我就时常听说啊，每一户的家长哦，家长哦，就是好命婆婆来这家长了哦，哎，要去参加开会哦，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哎，原来人也会的哦，不像现在哦，不像现在，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气氛了。好，在一次的集会的时候呢，毛克利呢，他正想了一件事情哦，毫无意识哦，他的眼光呢，他的眼视呢，对看了一只狼，哦，对着了，哦，对着了另外一只狼的眼睛啊，哦，这个应该是在讲说，如果我们在社会上的话，人家那个台语就是不好听哦，哦，不好听啊！你在瞪什么？哦，你在瞪什么？台语的话就很不好听哦。然后呢，哎，他有这样的眼神飘过，扫就是扫过之后，跟一只狼刚好对看着，那时候，哎，他就发现哦，这只狼怎么会突然害怕起来？哦，因为他们对看了，那眼神的这样的一个对视哦，然后呢，哎，就让这只狼呢害怕起来哦，然后呢，赶快的这只狼啊，这只害怕的狼就赶快转移它的视线，而且呢，让毛克利感觉到很奇怪，哎，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不敢正视我呢？哦，为什么呢？他一定要找出来一个答案哦，然后呢，他再去试试别只狼看看哦，他一样是这样看哦，然后呢，哎，很奇怪了，不管他看到哪一只狼，哪一只狼就会闪他，不敢正面瞧他哦，哦，然后有的呢，甚至一看到他的时候，马上头就低低的哦。事实上，动物尤其是狼，它们哦像狗也一样，它们如果有这样一个动作，就是对你的怎样尊敬哦，而且呢，对你也是非常惧怕的哦。好，再来呢，哎，他就会想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对不对？难道他们都认为我很可怕吗？哦，毛克利就又在自己想了哦，哎，他们为什么这么的畏惧我吧？哦，终于哦，毛克利呢就发现了他自己呢身上潜在的有一股的威力存在哦，让每一只狼呢都不敢呢轻易的去惹他哦。因此呢，毛克利呢都也心里呢暗暗自喜哦，自己非常的愉快了起来，认为呢，自己真的很不错，很不错，很不得了了哦。尽管呢他是被狼群养大的哦，养育大的。究竟他还是人类的孩子哦，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外在哦，就蕴藏了人类持有的一种威严感哦，威严感哦，任何的野兽呢，看到他呢，都很害怕他所谓的大无畏的精神，所谓的大无畏精神，也就是幼童军冒险的精神哦。好，这种呢天赋的特殊能力呢，是从他的眼神里面可以流露出来的哦，散发出来的一种自信哦。因此呢，
小狼们呢对他呢，对毛克利呢都是相当敬畏的哦，不得了啊，因为他能做得到的，那些狼都做不到啊，对不对？哦，好，虽然呢年少呢又倔强的狼，有一些少年的青壮的都觉得对毛克利很不服气哦，都要跟他较量一下。可是呢，每当接触呢到他习习的眼光熠熠的眼光习习熠熠的眼光，就感觉到气馁了被他的那种那种那种不知觉的那种气给震破到了。所以说呢，无形之间小的年纪的毛克利呢，就变成了跟狼群里面K 拉的那一种身份的那种尊敬者那一些狼呢，都对毛克利的都非常的臣服了好，老狼呢，阿 K 拉呢是狼族里面真正的领袖，对毛克利呢也是谦让3分这是重点。为什么？因为毛克利真正他酝酿的也真的是含有人类的能力这个是重点。在狼群里面生活的毛克利呢，每天呢无拘无束的翻山越岭尽情的享受大自然的风光，逍遥自在，完全呢跟那一些狼一样在过自由怎样族群的日子狼就是自由族群的的群体真的狼是这个样子他们真的说实在，在草原里面跟豺狼都一样真的是可以讲无拘无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好，他的身体呢，毛克利的身体呢长得又结实又强壮经年累月所经过的风吹日晒所磨练出来的那一种每天呢又吃的极其营养的瘦肉跟水果对于发育呢都是有非常大的注意的不错嘛，真的这个才叫做天然的嘛养生的不像我们现在我们都市里面的人，我们每天都吃的是农药撒的所以说呢真的问题可大了人家说在天天都是吃天然无毒的自然的那当然说实在对他来讲就长得非常好对毛克利而且呢毛克利喜欢游泳然后呢他的身体呢真的说在就长得极其的健美6块肌2头肌什么都有，毕竟在那一种环境嘛弱肉强食的环境，如果你真的没有一点本领的话你真的实在是会被卡死掉卡死掉那所以说呢不得不好好的自己锻炼自己的身体那我们要告诉孩子你要比人家优那你一定要强迫你自己多训练多运动在读书方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跟人家比，但是在体能方面呢，我们可以尝试看看嘛，我们可以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嘛，对不对？如果这方面也不行，那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的优点出来所谓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嘛我们一定要这样鼓励孩子嘛，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对吧？好，然后呢，每天呢吸收呼吸新鲜的空气那阳光呢真的光辉对不对？所以说他呢身体呢呈现出来一种赤褐色的那种那种肤色健康的那种肤色可说真的是非常非常极为健美的少年那毛克利呢全裸的时候呢，他的肌肉呢也看得出来那种弹性那一种劲爆那种那一种真的可以讲说像健美先生这样子好，那所以说呢，他的眼睛呢也是蛮灵水的蛮灵水的
有时候眼睛呢也带了那一种不一样的那种气势哦，那种气势哦，锐利哦。好，那所以说呢，它真的令我们森林里面每一种动物呢看起来都容易呢肃然起敬啊。尽管它跟野兽呢一起生活哦，但是呢，它心里还是藏着人类的慈悲的本性和智能哦。因为它的脑容量大，而且它真的是人类，所以说它学的东西也特别快，而且呢，它的各方面的反应啊，等等啊，都优于一些其他的动物哦，这是不可否认的哦，应该本来就是这样的哦，所以说，毛克利呢，它真的在狼群里面，在动物这样生活里面真的呢，可以讲说是独吃一一指了哈。好，那大家呢也都相信毛克利呢很快的就会成为森林里面最伟大的人物，也可能成为呢狼群里面真正的领袖哦，毫无忌惮哦，奔驰在这样丛林的每一个角落哦，都可以看得到毛克利的身影哦。好，他呢对每一只狼呢也都非常的亲切哦，毛克利嘛哦，人家就是可以讲说，嗯，有这样子的能力的人，通常他就会配予他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照顾哦、体恤或者是怜悯哦那种气度出来，必定哦，人家说有容乃大哦，真的。所以说呢，毛克利呢，他还有一些其他动物没有办法的本领哦，比方上来讲。他逢到呢有被刺扎到的狼啊，或者是脚趾呢被吸血虫呢吸引住的时候他们全部的动物都立刻呢会去请毛克利帮忙，也只有毛克利呢，他才有办法帮他们处理这些问题。被刺扎到了，找毛克利拔，对不对？被吸引虫呢吸到了，吸到阴血了，那也会去找毛克利呢，把它抠下来哦。所以说这些不是一般动物都会的啦哦。那毛克利呢，确实他就是会有这些技能哦，然后就帮忙呢，他们来驱除。所以说呢，他们全部所有的动物呢，也都会慢慢的越来越敬佩毛克利了哦。有时候毛克利呢也会跑下山到西奥尼山靠近人类居住的地方呢，村庄呢，来窥视着人类的生活的情况哦。他也心里面嘀咕了，真的很像我好像就是跟他们一样的哦。虽然他是这样想，但是他并不羡慕呢人类的社会，他也不向往人类所过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反而呢，他对人类还是充满了敌意和反感。为什么？因为他们人类曾经怎么样杀了他们丛林奇谭没有丛林里面各种动物嘛因为呢，伯鲁呢和狼父呢也常常告诉他，人呢是狼群跟野兽们的劲敌天生的劲敌天生的劲敌。狼父跟伯鲁呢都有这样告诫毛克利尤其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他没有办法忘记毛克利把巴西拉呢跟巴西拉潜到接近呢村庄附近突然发现草丛里面发出了一种刺耳的声音，接着就跳出来一种很奇怪的东西。这个东西呢，要不是他们迅速的怎样跳伞开来，就会被那个动物那个怪物呢咬住。原来呢，毛克利呢记得这个东西就是人类所设的陷阱捕兽夹那人类呢常常用这个捕兽夹来捕捉所有的野生动物所以说呢，他们都非常非常的讨厌非常非常讨厌
人类所设下的这些陷阱。那毛克利呢看到巴西拉所指的这个动物呢，怪物呢，事实上这是一个铁质的东西而且呢它是有2个大齿呢咬住的会咬起来，而且是紧紧的咬起来比任何的猛兽呢的牙齿还要厉害还要坚固毛克利呢有看了那一次遇到那一次呢，脸色都发白了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呢，他对于利用这些动物呢就是指人类设了这些捕兽夹呢，来捕捉他们这些森林里面的野兽呢，都是心里面真的就是愤愤不平，而且感到非常的愤怒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说毛克利真的是非常讨厌非常讨厌人类的而且呢，他很喜欢呢跟其他的野兽呢一起呢去憎恨去憎恨他们的敌人所谓的人类。人类呢，真的就是最可怕的东西。毛克利呢，像捕兽器呢，吐了口水，代表非常的不满天生我们人也一样，我们有时候去遇到什么事情看不过的时候，搞不好也会做这样一个举动好，那丛林里面的动物呢，都也非常的讨厌人类没有一种动物会喜欢人类的啦，也可以这样讲嘛，因为人类真的都会把他们杀了，不然就是把他们收了当宠物嘛，或者是当奴隶嘛，像牛像马对不对？好，那所以说呢，巴西拉呢带着毛克利呢往森林的深处走回去了。那从白天呢那一天呢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天气又凉又安静那所以说呢，他们就睡了一个午觉，然后呢，睡完之后呢，巴西拉呢就捕了一个瘦肉回来他们就一起吃，然后呢，觉得呢非常的满意那巴西拉呢捕猎当然就是最厉害的十分的高明无论跑得再快的鹿或者是兔子都被他盯上了，就是绝对跑不掉这是一定的，因为如果连豹都抓不到了，我相信说在任何的一种动物呢，要去捕，好像也会变成比较困难而且群居的这些草食性的有一些真的也都会发生一些很感人的事情我曾经也是在 Discovery 频道看过一只羚羊为了他的孩子自愿的站在那边，让这些猎食者去那个他只是为了要让他的孩子说是在去逃命那他就奉献了他自己的生命，真的也很感人好，那黑豹巴西拉他的捕猎呢，真的是没话说，超级厉害，而且最主要是因为豹的那个突发的就是那个暴冲力很快，非常快，而且它的时速呢可以到80公里我们人在讲80公里是100公里很厉害跑起来真的不得了。好，渐渐的毛克利呢也学会了巴西拉的这种神速的打猎的技巧，现在呢已经呢能够赤手空拳呢去扑杀野兔鹿还比他高大的，他也都可以将其捕猎但呢家畜呢他却都不敢碰因为森林规律里面有一条规定绝对不能侵害到人类所饲养的这些家畜严禁禁止而且呢又规定了两种动物绝对不可以，一个就是怎样牛，那第二个是什么？是马毛克利告诉就是博鲁呢真的在丛林规律里面就有定了这个告诉了毛克利那所以说呢
哎，毛克利啊，他都不会去做这些危害群体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博鲁呢也告诉了毛克利然后跟黑豹告诉毛克利的一个故事，因为你当时说在可以留在狼群里面，是因为一头牛救了你因为他巴西拉呢为了让狼群里面承认你所以说呢他贡献了一头牛那所以说也要告诉毛克利，你要懂得你的救命恩人，你要知恩图报，所以说呢你绝对不能去伤害到家畜尤其是牛那你更要知道饮水思源，知恩必报这也是我们丛林里面呢重要的规律告诫毛克利一定要知恩图报然后听到这席话的毛克利呢，温顺的点了起来，永远呢永志不忘永志不忘，就是已经刻在心里面的一辈子都不会忘毛克利平常呢非常的顽皮跟倔强，但是呢却富有很高的正义感我相信每一个孩子说实在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这样子的，尤其是在学校里面那对于是非对于对错，事实上孩子们心里面真的都有一把尺在那所以说呢，毛克利此时呢就是很负正义感的对于有理的训导，他都是很乐意的去接受的然后在丛林规律上，他也都是非常严格遵守的那毛克利呢，在这方面真的是做得很好那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在我们团集会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游戏的基本的规则。如果你破坏了，这个游戏就不好玩，而且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这些游戏就是规定。所以说，我们是在游戏在玩乐里面潜移默化的，我们去教导我们的孩子那所以说，尤其是我们在做任何的教学里面，我们一定要提升我们教的这样的意义也要让孩子们去做明白能晓得明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在幼童军，我们真的不是托亲的地方也不是我们是幼儿的什么保姆那说家长小孩子一带来就丢了，然后他就走了，那我们就帮人家带小孩，这样也都是不应该的啦。我认为这本来就是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想要的我们想要做的，真的不能偏离了我们的初衷，我们的想法好，谢谢大家感谢各位新年快乐好，谢谢，非常感谢智博团长今天精彩的分享，哇，满满的1个小时辛苦了。那是一个好的开始，那谢谢，那我们就先来个合影吧。拍一张3，好，感谢大家。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